Hello，大家好，我是刘师傅。之前呢，我拍了一期视频啊，就入冬了，我开启了我们家的壁挂炉。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对于我们北方这边采暖的形式大家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啊，主要就是讨论咱们北方的采暖啊，到底是集中供暖好呢，还是自己家里烧壁挂炉好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集中供暖跟壁挂炉采暖，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缺点。那首先我本人呢，两种供暖方式我都用过。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里面是集中供暖的。后来呢，我买的第一套房子用的是壁挂炉，从14年用到20年，就是用了6年的壁挂炉。然后我今年搬到这个房子呢，依旧用的是壁挂炉。所以我对这两种供暖的形式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我从小生长在北方，咱们新疆大西北地区，冬天的室外气温也是非常的寒冷。那这两种供暖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先带大家看一下壁挂炉式的供暖吧。现在壁挂炉正在使用生活热水，看这个标，生活用水40度。现在我老婆正在洗澡，所以它现在就等于是一个热水器的一个功能，可以给家里提供24小时的热水。生活热水啊。我们关掉热水了之后呢，它现在是这个采暖的标志我设置的是50度，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地暖的水管会烧到50度。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温控器，我设置的是22度，也就是说室内温度达到了22度，这个壁挂炉就会停止工作，让室内恒定在22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好了，现在它的地暖水管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也就是说它恒定在50度这样的去循环。壁挂炉在运行的时候，这是它的烟囱，正在往外冒烟。那地暖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占家里的位置，家里没有任何的暖气包，因为它是埋在地下的嘛，所以家里面不会因为有供暖的设备占家里的位置，没有任何供暖的设备，就是整个地面它散发出热量，节省空间，这是一个它非常大的好处。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它散热比较均匀，比较舒适。比方说，如果你家是暖气包的话，可能只有靠近暖气包的那个位置你会感觉到热，但是离暖气包很远的地方就感觉不到热，就是它的热会集中在那一块，不会像地暖这么均匀，热量它是会上升的嘛，从地下往上上升，会让整个家里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不会有暖气包那种烘烤的感觉。那我壁挂炉地暖的水温设置的是50度，那是不是就说明我的地面现在有50度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来测一下。地面是24度，地面只有24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热量会散发嘛。那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地面的温度高呢？我们来测一下墙面，看墙面只有20度，但是地面有24度，地面比墙面高出了4度左右。那既然是恒温，对不对？那我们随便测一块地面，23度。我们来这边，25度。我们看一下厨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的地面是要比墙面热的。我这个房子的地面在源源不断的散发出热量，就会特别的舒适。我们现在把这个沙发给它搬开，看看这个沙发底下就是没有通过散热，因为是被盖着的嘛，这个沙发底下没有通过散热，它是多少度？看一下沙发底下，不对，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沙发底下。对，我把手伸到这里面，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这里面很热。我们测一下啊，看这里面有27度。因为这里面的地它是热的，但是它上面有沙发盖住了，所以
这里面很热。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毯，其实你晚上直接睡在这个地毯上面，也相当于是一个炕一样的，地下会很热。好了，带大家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壁挂炉的一个效果吧。那我现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集中供暖对比壁挂炉供暖它的优缺点首先一点就是使用成本问题使用费用的问题。咱们新疆库尔勒地区的集中供暖呢，是按照每平方一个采暖季多少钱来计算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采暖季一个平方应该是10几块钱具体我忘了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交过这个采暖费了。以前我跟我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冬天是1400块钱左右，是106个平方的房子。我们除一下，1400除以106，大概也就是在13块钱左右。我们这边一个采暖季是从每年的11月1号左右，一直到第2年的4月份左右吧，11、12、1、2、3、4。大概是5到6个月，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大概就在5、6个月左右大家可以算一下，100平方的房子一个采暖季是1400块钱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本。那烧壁挂炉的费用呢，肯定是要远远超过这个集中供暖的。至于超过多少呢，看你自己的使用情况如果你家里喜欢热一点，那你肯定付出的这个价格会很高。我觉得100平方的房子，如果是用壁挂炉烧天然气的话，一个冬天我觉得至少得在2000以上我们新疆库尔勒地区的天然气价格是1.3块一个立方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便宜的我之前拍视频，我看很多网友留言，有湖北的说是4块多，然后山东那边有说是3块多，还有那种阶梯式定价就是你使用的越多，然后价格就越高。比方说前500个立方是一个价，然后后500个立方又是一个价，再往后再一个价，就是你使用的越多，它会累积的越高。但是我们新疆库尔勒地区呢，就是1.3块，你不管用多少都是1.3块。毕竟我们这挨着塔里木油田嘛，我们这就是产天然气的，所以比较便宜一点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135个平方，因为我今年刚搬进来，然后也是在这个房子第一个冬天，我还不知道我这个房子大概要用多少天然气。到目前为止，从10月份开启壁挂炉到现在的12月中旬，已经买了1100块钱的天然气，但是还没有用完回头我会把我这个冬天使用天然气的这个用量记录下来，到时候分享给大家。如果说按照这个用量来算，如果是在内地朋友们像湖北、山东那边如果是3、4块钱一个立方的话，那我觉得你们一个季度的采暖费可能要上5、6千了吧，价格是我们这边的2、3倍但是可能湖北和山东那边冬天没有我们这边冷我们新疆这边会冷一点。如果说你们用量没有那么大的话，总费用可能会便宜一点总结下来，用壁挂炉烧天然气采暖肯定是要比集中供暖贵很多，不只是贵一点要贵得多。除非你舍去了舒适度，我就不烧，我家里就维持个几度10度以下，我就不烧。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说了像我的话，我是把家里定22度，我觉得22度对我来说比较舒服这就是费用方面的一点。集中供暖嘛，毕竟它是集中来供暖嘛，它烧一个大锅炉，然后供下面所有的小区，这种方式集中供暖，集中，那肯定要比我们家里单烧这样一个一个的小锅炉要划算嘛，对吧？在这个工业的角度上来说，批量化生产肯定要比自己家里面一个一个生产效率要高很多。就是集中供暖，不管它是从效率上来说，还是这个节能环保上面来说，肯定都是要比壁挂炉这些要便宜要省钱的，好吧？费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远处的这栋建筑就是一个供热站，一个大烟囱，这是我们这一片区域的热力公司，负责供这片区域的暖气，集中供暖集中供暖就是由它来负责。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呢，这样的供热站有好几个我们再说第二点，很多人说壁挂炉问题多，没有集中供暖省心这一点我也看了网上很多的报道，就说壁挂炉每年都坏，然后还要来维修，然后壁挂炉的这个地暖管里面的水管隔上几年要来清洗一遍，种种的这种问题吧。但是我实际使用下来，
我并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我之前的那个小房子用的是一台小松鼠的壁挂炉，我觉得这个东西前提是你得买一台好一点的壁挂炉。小松鼠的壁挂炉，我觉得在国产品牌里面应该算好的吧。我之前那个壁挂炉使用了6年，只出过1次问题，它的那个温度调节器坏了，售后也是非常给力，当天下午就过来给我更换了，然后就使用正常了。等于说6年出了1次问题，也很快的给我解决了。在6年的使用过程中呢，基本上没有操心过，没有管过它，我觉得挺省心的。至于说每隔几年要洗一次地暖管，我从来没洗过啊，我觉得洗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里面的循环水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自己在里面循环。有些人洗地暖，哇一下冲出来好多黑黑的水，感觉心理上舒服了，但实际上你加了干净的水进去，因为它热循环嘛，你加了干净的水进去，它难道就散热就会更好？没有这种说法吧。然后就是我看网上很多壁挂炉出现很多问题的那些，我觉得都是那种商家，就是你这个开发商楼盘他给你送的壁挂炉，不是你自己去买的。就比方说你买房子，商家为了成交啊，他说我给你送壁挂炉什么什么，那商家给你送的壁挂炉肯定不是什么好壁挂炉。我使用加这台壁挂炉，我使用过2台壁挂炉嘛，这2台壁挂炉都是我买的，第1台小松鼠，第2台这个博士，都是比较可靠的品牌吧。然后我还听到一种观点，就是壁挂炉只能使用8年，只能使用8年。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对，我之前的那个小房子的壁挂炉已经使用6年了，目前为止我觉得它还 OK， 我不知道使用到8年会不会报废啊，但是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一个壁挂炉使用个10年10几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等我使用到10几年的时候我再说这个话吧，我现在就不做这个预测了。总结下来就是壁挂炉使用问题多，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你选的壁挂炉的品牌不 OK， 地暖的管线容易出问题，我觉得也是施工方面的问题吧。有些人壁挂炉漏水啊，如果地暖管漏水，那肯定非常的麻烦。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你选择可靠的开发商买可靠的壁挂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第3点啊，就是安全隐患。很多人说啊，壁挂炉不安全，烧天然气啊，容易中毒，会引发爆炸。这个问题我觉得跟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你要觉得烧天然气危险，那你家里不要做饭了，你家里不要用煤气灶，对吧？你不管是用天然气还是用煤气，你家里都要使用这些设备吧，对吧？每家每户都配的有那个报警传感器、烟感器、煤气、天然气的那个浓度的传感器都有，一旦泄漏它会报警的，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好说的。我总结了以上3点的内容吧，然后我现在再来说一说壁挂炉实际使用起来，我觉得它有哪些好处啊？我觉得我用了壁挂炉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回集中供暖了，还是因为它比较舒适。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每年到了快要供暖的时候，其实温度已经很低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供暖的日子啊，那段时间真的非常难熬，在家里冻得不行。还有就是到每年春天暖气结束以后，但是外面的气温还没有达到那么热，就是集中供暖它每年有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是让我无法忍受的。但是用壁挂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家里设置22度，它1年4季家里就是22度。比方说已经开春了，已经到4、5月份了，那个集中供暖已经停掉了，那这时候又来了一股寒流，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又来了个大降温，那你是不是就很难受了？但是用壁挂炉就不会，它只要一检测到温度低于你设定的温度，它就会启动。所以每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都是这个温度。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偏爱壁挂炉。而且壁挂炉它的这个使用费用它是一个相对的，像我每年10月1号我就把壁挂炉打开。有些人说啊，才10月份你就把壁挂炉打开了，你咋这么怕冷？不浪费钱吗？其实烧壁挂炉的这个费用它是一个相对的值，就比方说室外的温度它没有那么低的时候，那你室内相应就不需要费很多的气，对不对？比方说我设置的是22度，但是室外是20度，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壁挂炉只用提升室内2度而已，那才能用多少气嘛？在那个阶段，你1个月也用不了几十块钱的气。最费气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寒冬3、9天，外面零下20度，但是室内你要提升到22度，相当于有40度的温差啊！你的壁挂炉要克服40度的温差，那当然很费气了。这个阶段可能1天就好几十。我觉得集中供暖最不爽的一点就是你无法选择温度，比方说，我就想让家里22度，或者我就想让家里26度，或者我很怕热，我就想家里16度、18度这样子
啊，你没得选，集中供暖它给你多少度你就多少度，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还有就是集中供暖，我也见过有的小区它就供热不足，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道，就有些小区它达不到规定的这个温度，这个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啊，有可能它的管线太长，有可能它的房子离这个供热站比较远，或者说管路堵塞的一些问题啊，种种的原因吧，造成它的房子供暖不足。有些专家也出来说话了啊，供暖并不是让你感觉到热，而是让你不冷啊。我觉得这个言论也是挺有趣的。还有一些房子呢，就会出现特别热啊，我就见过特别热的房子，就是家里面甚至能达到28度、30度这样的温度。冬天那真的特别热，甚至都要一直开着窗户才能让家里不是这么热啊。我猜测可能像这样的房子，就是它的供暖的管路可能离这个主管道比较近，或者它这个小区就在这个供热站的旁边，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效果。集中供暖有供的特别热的房子，也有特别冷的房子，这个很复杂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壁挂炉不存在，壁挂炉是你自己设定。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你家里不住人，比方说这个冬天啊，我们全家都不在这里住，那 OK， 我可以直接把壁挂炉关掉，我这个冬天1分钱都不用花。或者说你怕管道冻，你只用把壁挂炉开启一个保护模式，它会维持在最低的温度，不结冰就 OK。但是集中供暖不存在这种问题，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是集中供暖，不管你这个房子住不住人，只要是你的房子，你就必须要交这个集中供暖的费。像我身边有很多人有2套或者2套以上的房子，那冬天人家根本就不住嘛，不住的话，你这个集体供暖的这个钱照样要交啊。在这补充一点啊，我刚也是给我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啊，就是关于冬天房子不住人还要交暖气费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交是要交，但是如果你的房子不住人的话，你得交1半的费用。官方给出的说法呢，就是即使你不住人，但是他怕你家的管子冻了之后会对整栋楼的供暖造成影响，所以就是即使你的房子不住人，你也得交1半的费用。这就是我的一些观点吧，壁挂炉和集中供暖的一些优缺点，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家里用的是哪种方式的供暖呢？你们觉得哪种方式的供暖更好呢？也不是说更好吧，你们更偏爱哪种方式的供暖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那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